辉宝拿着一根竹子走上了独木桥，下一秒辉宝转身坐下。辉宝喜欢坐下后向后躺去，但结果辉宝忘记了自己这是在独木桥上，一下摔了个倒栽葱。辉宝为了缓解尴尬，赶紧给自己调整了姿势，小脚扶着竹子，小手拿着竹叶，表示自己这是故意的。圣西姨母看破没说破，若无其事的从辉宝身边走过，不然辉宝更难受。只不过当姨母再次回来时，辉宝就忍不住刚才憋在心中的委屈了，走到姨母身边，想让姨母揉揉抱抱，像是个求安慰的小孩。经过姨母的抚摸和安慰，辉宝很快就好了。而与此同时，乐宝这里园区的雪本已经都融化了，但爷爷和姨母不知道从哪儿又给乐宝搞来2大块雪，看得出对于乐宝饲养员们从来没有过忽视。一会儿下班点到了，今天宝家成员史无前例的都在睡觉，没有一个愿意回家的。姨母给乐宝和爱宝的2个通道门都打开了，但是两边都没有想回家的想法。园区只有姨母在2个园区不断呼喊的声音，姨母喊半天对两边都不起作用。这时老宋头来到园区，老宋头打算先从最容易的爱宝下手。老宋头给爱宝又送了些新竹子过来，爱宝看到竹子就仿佛是打开了开关，只要见到竹子，爱宝就会开启吃播模式，而通常爱宝吃完竹子后就会回家，所以爱宝回家的问题这样就算解决了。但瑞宝、辉宝这里其实已经醒了，就是单纯的不想回家。而乐宝这里也一样，也在忙碌着，就是没有回家的想法。圣谢阿姨招呼辉宝从架子上下来，辉宝心想，这是要给自己喂小零食吗？辉宝高兴坏了，但他看了看圣谢阿姨的手中，发现并没有小零食。辉宝知道圣谢阿姨的小零食都会放在口袋里，便又往圣谢阿姨的口袋里钻，想要找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小零食。但刚才姨母已经全将小零食喂完了，此时姨母这里2手空空了，但辉宝仍是不信。辉宝抱住了姨母的大腿，直接撒娇不起来了，妥妥是个耍赖的小宝宝。姨母的心也彻底被辉宝这一动作拿捏了。姨母走回去给辉宝拿小零食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瑞宝、辉宝该下班了。然而明明已经到了下班时间，瑞宝和辉宝却还在爬架上挂着睡觉，不肯挪动一步。老宋头叫了好几遍，瑞宝和辉宝跟没听到一样，老宋头都着急了。老宋头走进园区，随手掰断了一根竹子，然后在竹子上插了一块小零食，还特地让辉宝闻了闻，随后便放在了小木床上。这是老宋头常用的欲擒故纵手法。老宋头招呼着瑞宝和辉宝从爬架上下来，不过瑞宝依然懒洋洋的不肯动，只是抬了抬手回应老宋头。瑞宝总是沉稳的不像是个孩子，另一边的辉宝就没这么沉稳了，他急着爬下来。辉宝用他那小腿斗腿丈量着自己与脚下着力点的距离，试了试，发现简直是差之千里。辉宝整个身子向下出溜了一下，才踩到着力点。辉宝说什么都要吃到小床上的小零食。辉宝费了半天功夫，可算是下来了。看样子零食已经是辉宝的囊中之物了，但这一切都在老宋头的计划之内。唯一今天遇到了江爷爷在室外为宝家清理室外园区的场景，因为此时宝家成员都没有在室外，所以有问题可以直接面对面告诉江爷爷。而游各种友谊依旧对江爷爷讲道：谢谢江爷爷把福宝养得这么好。江爷爷一听到福宝，笑得简直不要太灿烂。之后江爷爷托依依给福宝带话，表示自己过得也很好。而因为这2天连续下雪，工作量比较大，所以2个爷爷都在。瑞宝、辉宝这里每天都是双倍快乐。宋3岁放下竹子，转头发现自己门没关，立马又冲了回去，给一旁的辉宝都看傻了。辉宝表示刚才好像一只大黑耗子钻了出去。宋3岁回去后给爱宝把门打开了，爱宝说辉宝进去。辉宝转了一圈，通道里也没什么东西，便又走了出来。辉宝一天没啥事儿就是溜达，自由大兵想干嘛干嘛，这一点随了他爹。今天人家都回家了，他爹还在室外园区睡大觉呢。只要有床，乐宝才不管室内还是舍内，反正都有空调，在哪睡都一样舒服。只不过让老宋头又有点疯癫了，发了篇长文，意思是有意义的工作往往充满疲惫，轻松的工作也是没有意义的工作，一次发了8遍。宋3岁这都开始自己 CPU 自己了，同时也是自己摔了2个屁股蹲后的感悟。瑞宝今天的状态有点浑浑噩噩的，先是从小滑梯上自己给自己不小心摔了下去，之后又在爬树时又在风铃上蹲了个屁股蹲。今天早上爷爷没让瑞宝、辉宝去室外，这可舒服了姐妹们，不断的在园区整活。先是瑞宝在辉宝爬树时一口咬住了辉宝的脚丫，接着在辉宝挣脱开后又咬住了辉宝的脑门，给辉宝死死拽住，像是要给辉宝拽下树的感觉。
辉宝让瑞宝别拽了，自己主动下来。辉宝下来后不跟姐姐玩了，溜下小滑梯爬去了贝贝树上。辉宝走后，瑞宝这里又开始整活了。瑞宝倒立在小滑梯上，小手抓着小树，然后用屁股给小树做标记。这还是姨姨们第一次见这种做标记的方式。大熊猫也叫猫，猫的身体是水做的，瑞宝的身体也像是水做的。瑞宝一番折腾，给自己从滑梯上摔了下来。瑞宝拖着自己迷迷糊糊的身子，又来到了饮水盆前。宝家的布局让宝家们的成员举动都透露着人里人气的。喝完水，瑞宝又来到了草丛里，开始铲青团。解决完自己的内需后，瑞宝开始往树上爬。原本爬树丝滑又灵活的瑞宝，今天却磕磕绊绊的，仿佛是因为瑞宝最近胖得太快了，一时还没适应自己这变胖之后的身体。瑞宝艰难地爬上树，然后又开始了整活。这迷迷糊糊的状态让姨姨们这一天都在怀疑，是不是自己搞错了熊？眼前的难道真的不是辉宝，而是瑞宝吗？宝今天看到了奶爸给爱宝弄的竹林后，发现自己这儿却什么也没有，于是乐宝就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出来。乐宝一屁股坐进了草丛里，并将一旁的南川竹折断了下来，拿着它开吃。这惬意的模样，乐宝这里才是真的仿佛置身在了丛林里。乐宝这里真是没有条件，就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。而爱宝这里不仅只有小木桥上有竹子，甚至每棵树上以及整个小亭子上也都插满了竹子。这画面一猜就是宋3岁整的。爱宝在第一眼看到这场面时也惊呆了，心想这竹子怎么长得哪儿都是了。但爱宝向来城府比较深，面对这泛滥的竹子，爱宝并没有疯狂采摘，而是淡定地走去了饮水盆，先喝了口水。爱宝知道这些竹子都将会是自己的，不会有外人来抢。这是爱宝在园区生活了8年里饲养员们所给予爱宝的安全感。爱宝喝完水后，这才开始采摘园区里的竹子。而且今天不仅爱宝和乐宝吃得很开心，姐妹俩这里吃的也不差。吃了一会儿独木桥上的竹子，爱宝又走去了小滑梯上，跟在吃自助餐一样。吃累了，爱宝就又走去了饮水盆喝水。爱宝这里喝了点水后，又回到了独木桥上，继续解决刚才自己没吃完的那些竹子。今天爱宝不仅吃了竹子，运动量也彻底达标了。爱宝在园区四处找寻着竹子，一边走一边吃。只是爱宝吃着吃着，突然感觉到今天自己的竹子吃的怎么这么累。宝对室外向往了一天，在下午临下班时，终于踏上了室外园区的雪地。姨母和永宽为乐宝来室外做了充足的准备。姨母和永宽为乐宝制作了2个雪人，做雪人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乐宝玩耍了。一会儿，乐宝来到园区后，径直爬上了小亭子。乐宝先是吃了一会儿自己的小零食，补充了一下体力，稍微吃了几口就开始玩耍了，就连雪人上的窝头都没注意到，抱着姨母堆的雪人头一顿磨蹭，没几秒就给雪人头蹭了个粉碎。蹭了一会儿后，才发现刚才掉落的窝头。乐宝又停了下来，先将窝头吃掉。吃完窝头后，乐宝才开始正式享受着厚厚的白雪。乐宝从小亭子上下，来到了永宽堆的雪人前。乐宝一个熊抱雪人碎一半，爷爷忙碌2小时，乐宝使用2分钟。当然，姨母也没有忘记喂饱辉宝。姨母堆了2个小雪人送来给瑞宝辉宝，还在上面插了小苹果。姐妹俩对这迷你小雪人也很是喜欢，尤其是辉宝吃完小苹果后，捧起小雪人放在自己身上一番宠溺，表现出了简直不要太喜欢的样子。辉宝总是懂得如何给人提供情绪价值，而姨母也被辉宝这玩耍小雪人的样子哄得很是开心。